弹乾坤帽，剑龙七杀宝，红尘观物在朝。问迷津道，渡天地之了，御风万物皆晓。我泪流离至舍，慈悲动干戈，定困蛟龙入山河，莫使我的无赦。且看这一途渡恩怨造化，涅槃轮转几回。且悲欢几世恋我心，我忧我爱，快意无悔。有心结纹在斗三界六道，九天十四相随。一汪春之水，也不复再回。是落花恰好吻在你肩膀，是物是生非的夕阳，晓风起，树雨下。我一见你模样，惊觉荡漾，方寸都乱了，应该怎么藏？举目的美撩拨心脏，情别意在试探我，你多难忘。还以为我能假装没爱上，以为我不想就不伤。流年这般兴风作浪，不行，不能让这个笨蛋一直睡在这里。一点一滴思念昭彰，谁在意多荒唐？秋风里壮看梨叶一成行，只差一步天荒，爱是悬崖也要闯。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真是没想到，这少阳派的秘境竟然守护得如此严密，还真是费了我不少功夫。守得再严密，还不是被我发现了。不好，有人闯秘境，快！这上古烛龙，没想到一把灵石居然由上古烛龙来看守。可恶，难道是灵石想害我？姐姐没事，不知道什么人又来擅闯秘境。幸好你跟你师父之前把这个结界牢牢地加固了。纵有好奇之辈，也绝过不了烛龙这一关。我会尽快与陆阳师叔再多加几道防护阵，以防再有任何人靠近此处。
轩辕派石峰胜。这轩辕派为何今年如此厉害？真是有点奇怪。四凤，四凤加油！一定要打赢啊！梧桐，你要记得，我见你诚心求教，才破例收留你。若此次不能拔得头筹，你就不必留在谷中了。我一定会拿第一的。加油，四凤！四凤打败他！哇！四凤！又是咒术！我记得上次我已经说过了，不可以再使用咒术。第一次可以容情，第二次绝不姑息。梧桐，刚刚明明你已经犯规，我看这场比试啊，理应是离泽宫的雨丝凤胜。没用的东西，废物！你就没有其他本事了吗？不拔头筹就不必留在谷中了。师傅，弟子还有别的招数。楚掌门，再让我比一次，我没有被雨丝凤打败，不能判我输。都犯规了还不下场，不知羞！你们点睛谷是不是不懂规矩啊？你不必再求，这场比赛点睛谷输了。师傅，师傅，楚掌门，再让我比一次。哎，你说“尊严”2个字怎么写呀？嗯，你给我闭嘴！算了算了，他好凶啊，不理他。没事，我偏说，你师傅都让你下台了，你还在这儿，你是属赖皮狗的呀？这么喜欢说，我让你开不了口！小心！天机！你莫太嚣张，你也死一次试试。
怎么样？我已经施法为他护住了心脉，应无大碍了。稍后我便为他施针。可是姑姑，为什么玄机现在还不醒啊？他刚刚流了好多血啊！玲珑，你先别急，影红师叔不是说无大碍了吗？玄机一定会醒过来的。就是那个巫童，一定要找到那个巫童替玄机报仇。好了，不要再打扰你影红姑姑了，我们都先出去。姑姑，没事的。启禀掌门，弟子办事不力，让巫童跑了。什么？马上封住所有山门出口，绝不能让他给跑了。是。楚兄，玄机的伤势如何？所幸未伤到什么根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楚掌门，今日之事，荣某实在是惭愧。不过我这儿倒是有祖师爷传下来的上等的疗伤药，待会儿让弟子给姑娘送过去，希望能对楚姑娘的伤势有所帮助。我点筋骨管教不严，实在难辞其咎。那巫童本是半路拜到我的门下，本想引他走向正途，没想到今日酿成大祸。如此，我点筋骨也容不得他了。今日我就当着全天下各大门派的面，将巫童逐出点筋骨，从此巫童与点筋骨再无半点瓜葛。荣谷主推的倒是干净啊。这人是除了，那名次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啊？为弥补过失，我点筋骨就此退出这次比赛，也是对大家有个交代。巫童虽然被逐出了点筋骨，但他重伤玄机，又畏罪潜逃，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了他。不管这个巫童跑到什么地方，我邵阳一定要把他抓回来问罪。巫童行事乖戾狠毒，此人留在江湖上，必定后患无穷。我们五大派为了维护正义，有责任铲除这祸患。既是如此，那就由我点筋骨来牵个头。即日起，点筋骨、邵阳派、离泽宫、轩辕派、福玉岛五派联手，合力捉拿巫童。若有反抗者、包庇者，那就是与我五大派为敌作对。我们离泽宫的首徒真是出息呀！为了一个女子，连簪花大会都要退出。楚玄机是因为在赛场维护弟子，激怒了巫童，才受了重伤。如今他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弟子出于道义，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呢？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玉思凤，你是公主寄予厚望的首徒，离泽宫的面子你是要争的。倘若你不想将功折罪，在簪花大会上夺得魁首，以减轻你丢了面具的罪责，那就随便吧。玄机好点了吗？红姑姑说了，再休息2天就能醒过来了。思凤，你先帮我们照顾玄机，我们去端些汤药过来。走吧。
玄机，玄机，你是谁？玄机，你何时才能醒过来？我怕是等不到与你好好告别，就要回离泽宫去了。你可知道，你若肯醒来笑上一笑，我回去，纵使刀山火海走一走，也定能挺过去。羽少侠，这几日天天都来帮我们照顾玄机，实在是有心了。羽少侠2次救我派师妹，实在感激。没想到这离泽宫还有像羽少侠这样仗义行侠的弟子。玄机是我的朋友，我也多做不了什么，我只是希望他能早日醒来。放心吧，会醒的。说来也是奇怪，当日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这才过了几日，竟也好得差不多了，实在是令人惊奇啊！的确恢复得很快，这几日各大派的伤药补药，着实往他身上灌了不少，想来是有些奇效的。虽然看上去已无大碍，可毕竟气血消耗过度，只怕还要再昏睡些时日呢。没事就好。玄机师妹可是福大命大之人。雨思凤，傅公主，你还知道我这个傅公主啊？这几天不见你人影，以为你把离泽宫的规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弟子不敢。心收一收，东西也收一收，准备回去了。傅公主，不是还有簪花仪式没有结束吗？现在胜负已定，让轩辕派捡了个便宜。哎呀，我们离泽宫真是高风亮节，把这魁首拱手让人了，谁还管他摘不摘得这簪花？怎么，你还不舍得走了？没有，我倒是觉得，如果就这么走的话，倒显得我们离泽宫输不起一半。傅公主，不如我们再等上几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罢了，我也不管你了。反正你是公主的徒弟，回去自有公主来收拾你。你在外面逍遥的日子也不多了，想好好珍惜这仅有的日子，我懂。玄机，我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你醒来，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可是我仍想告诉你，这次出门能认识你，是我此生幸事。我会记得我们的4年之约，不管有多难，我们总会见面的。思凤，你要走了？簪花大会已经结束了好几天了，我不能再拖了。玄机醒过来看不到你，一定会很难过的。这是能千里传音的领导，
玲珑，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他，等他醒来之后用这个和我联系，千万别忘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他的。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到巫童，要不然就可以一起看到他受罚，好好为玄机讨个公道。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处理的并不妥当。巫童只是一个普通弟子，却让五大派联合起来，用通缉令去捉拿他。那他伤玄机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今天的后果？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我不是这个意思。巫童这个人心胸狭隘，做事过于极端，若是把他逼急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或许是我想多了吧。玲珑、米言，你们多加保重。我走了。好兄弟，你也是。等玄机醒了，我们就一起去离泽宫看你。将犯戒弟子宇思凤带入殿中。宇思凤，你身为离泽宫首徒，公主首选的继承者，不但不严于律己，为全宫上下做表率，反而将面具遗失在外，露出真容，打破宫规，将离泽宫置于危险之中。你可知该当何罪？当受13戒，弟子甘愿领罪。收了他的首徒令牌，即刻打入13戒炼狱。慢着！司凤此次乃初犯戒规，又事出有因，并非蓄意为之。惩戒之事，应另当别论。前2年，本座闭关修炼时，司凤一直尽心侍奉左右，劳苦功高，本座还尚未加赏。今日犯错，功过相抵，赏罚嘛，都免了吧。公主，离泽宫数百年来的规矩，凡是弟子在外露了真容、丢了面具，一律要打入13戒炼狱塔。即便这弟子立有功劳，也当由2位公主和4位长老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岂能说抵消就抵消？哎，公主看来这是为自己的爱徒寻思啊。怎么，你们是觉得司凤为本座修炼护法的功劳不够资格抵消失了面具的罪责吗？宇思凤犯的戒规可不止丢失面具这一项，他和那几个少阳派弟子走的那叫一个近呢。那个叫楚玄机的，2个人的情谊可不止朋友这么简单，甚至为了楚玄机放弃了簪花大会，让我们离泽宫白白丧失了做5派之首主事的机会。这是哪儿传的流言？不可能，绝无此事。深情厚谊，这好像是他自己说的。宇思凤，你还记得吗？记得。弟子对玄机的感情的确不止如此，弟子不敢欺瞒。宇思凤，我看你是被外人迷了心窍了。说你知错了。你不过是年少无知，受人蛊惑。说你知错了。他是不会说的，公主，
离泽公的弟子一生不得对女子动心，一生不能娶妻生子。宇思凤身为离泽公首徒，经不起考验，被外面的风月迷昏了头脑，自毁前程，数罪并罚，不得抵效。公主，宇思凤必须入13界炼狱塔。闭嘴！13界是什么地方？从古至今，进去的能有几个活着走出来？再说了，思凤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还要指望好好教导他，让他光耀我离泽公。若是进了13界，折在了里头，将来还有谁能挑得起离泽公的大任？哎呀，公主，若是他走不出这13界炼狱，又怎么说得上是离泽公的修炼奇才呢？您要是非要偏袒，以后离泽公的规矩可就立不住了。闭上你的嘴！公主，离泽公戒规乃先祖创立，也向来由公主与长老一同商议决断，没有公主一言断之的道理。头疼，头疼至极。本座今日没工夫跟你们在意，先把宇思凤押入大牢，日后再论。公主，此事再拖也终要决断。公主，如此难以服众啊！先把宇思凤押入大牢。躲又躲得了几日，拖又拖得了几时呢？刘大哥，小凤凰，哎，这怎么回事啊？哦，你小子还指望你进来给我送酒喝呢。这下倒好，你也被那2个老怪物关进来了。不对啊，你可是离泽公最有前途的弟子啊！你那个脾气古怪的师傅，不是一向最疼你了吗？不怪师傅，是我摘了面具，犯了公规。哼，又是面具，这离泽公真是的，整天为了张面具啊喊打喊杀的。说什么只有宫中的弟子才是一家人，其实啊，根本就是个没有人情味儿的地方。哎，不过你小子不是一向最循规蹈矩的吗？怎么把面具摘了？自己掉的，还是被别人摘的？你小子不太对劲儿啊！哎，等等。刘大哥，你这障眼法嘛？那我在这里这么多年，还能不做点手脚？嘿，我跟你说啊，这里的牢房啊，早就被我打通了。哎，你看，别看我们离泽宫这牢房建立在苦水河之上，这地下四下全是咱们接受不住的苦水，看似很森严，其实不然。我呀，早就挖了一条可以逃出去的密道。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得倒你柳大哥我的。所以柳大哥，你就经常溜出去见你女儿。既然你能溜出去，却不逃走，甘愿受困于此，都是为你女儿，对吧？我听说老公主曾用你女儿的性命让你立下重誓，所以你才被困了10几年。是啊，要不是为了玉儿，
不要说我嘛，哎，说说你，你这个面具到底是怎么回事？被谁摘的？男的女的？哎，漂不漂亮？害羞了，哼，嗨，来，咱们啊边喝酒边聊。哎呀，来，哎呀，拿着，喝。廖大哥，我从小在地牢里遇见你的时候，你就经常骗人喝酒，讨人老底。你这个模样可从来就没有变过，只是也只有你跟我说外面的事。你总说人情纷扰最是繁复，却也是最有滋味的。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哎呀，小凤凰，别看你平时总是冷冰冰的，但我知道，属你啊最开窍，有点你大哥我当年的风范啊。遇到喜欢的姑娘了吧？哎，不对呀，你若只摘了面具，凭你在宫中的地位，还有你师傅护短的样子，哎，你师傅肯定会千方百计的设法帮你免除刑罚。哎呀，可你若是真承认了有喜欢的姑娘，那可就麻烦了。这13届的刑罚，估计你是躲不掉了，到时候你师傅也护不住你。哎，你还没跟那几个老顽固承认这件事情吧？我不能对师傅说谎，也不能枉对自己的真心。哦，你个小凤凰，平时猴精猴灵的，这个时候你装什么愣啊？你知道那13界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我既犯了宫规，我甘愿受罚。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啊，那13界，那整整13层，里面全是凶猛的异兽妖灵，噬魂噬心的邪魔阵法。受戒之人要从最底层一直闯到最顶层，才算是有生路。这么多年以来，能够活着走出来的人寥寥无几。你不要命了？就算寥寥无几，也并非没有生机。天真，你这是在搏命。哎呀，不行！哦，哎，要不然这样，你呀就顺着我挖出去的那个密道，赶紧逃出去算了，永远啊都不要再回离泽宫。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便是离泽宫的叛徒。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即便犯了宫规，也不能畏罪潜逃，让他蒙羞。更何况，我就这么一走了之，难道我要一辈子东躲西藏吗？小凤凰，廖大哥，你放心，13界既然给人留了一条生路，那我便会在这个生路当中闯出去。你呀，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玲珑，你别担心了，玄机肯定会没事的。可是玄机都睡了这么多天了还不醒，能不担心吗？这可怎么办啊？我好饿。玄机，你醒了。玄机，小六子，你在这帮我看着玄机，我去叫人来。好。玄机，六师兄，你终于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哎，谢谢你啊，六师兄。你说什么？那天不是你拉了我一把吗？那天我掉下去的时候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自己会死掉呢，还好你把我拉了上来，谢谢你。不是，那天不是那样的，那天师父，爹爹，玄机，红姑姑，浩辰师兄。
玄机伤势已经无恙，大家可以放心了。看吧，我早就知道玄机没事的。好了就好啊。你这个孩子可真是的，平时你不好好练功，遇到事情一点应对的能力都没有，害得大家都为你担心了。我错了，爹爹。爹爹，玄机都是为了救我，你要骂的话就骂我吧。掌门师叔，玄机这次英勇可嘉，遇到危险挺身而出，应该夸奖才是。哼，玄机师妹，你的伤怎么样？不舒服吗？恢复的倒是不错，不过你的伤着实不轻啊。剑刺过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不想让玲珑受伤。你这傻丫头，我可比你结实多了，被刺一剑又怎么了？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多危险啊！好了，不要再说了，你好好的养伤，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他，我们就先走了。玄机，玲珑，司凤呢？司凤怎么不在这儿啊？你呀，都睡了好多天了，簪花大会都结束了。啊？我睡了那么久啊，我还以为我就是做了一个梦呢。那司凤都走了？是啊，司凤她每天都过来守着你，但是你一直都没醒，最后她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只好跟着回离泽宫去了。都怪我自己那么没用，被伤了一剑就要睡那么久，我都没有好好跟司凤道别。没事儿，咱们之后还能见面，对吧？玄机小师妹。哎，大师兄、二师兄，怎么，师兄们来看你还不乐意了？没有，我可开心了。玄机啊，你这次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为了救玲珑奋不顾身去打剑，真是太勇敢了。想不到你平时没什么优点，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嘛。你怎么说话呢？玄机啊，知道你养病怕你闷，给你带了好东西。二师弟啊，你这以前行走江湖的宝贝都舍得给玄机了？我们小师妹这么仗义，我这个当二师兄的也得仗义才行。玄机，我那儿还有很多宝贝，以后给你瞧啊。掌门师叔可是为玄机的事而担心。是啊，玄机这孩子，修炼的资质如此愚钝，我如何放心得下？从小到大就不知危险为何物，已经无数次死里逃生。虽说他能够好好的长大已属不易，我不该强求些什么。可是，就像他娘生前那般，一刻不离的在他身边看着他、照顾他，但总也有疏忽的时候。而他娘，也终究未能照顾他到长久。这以后，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教导他才是。所以掌门师叔一向对玄机严厉，只是希望他能学些防身本事，不被人欺负，更不会置身险地而无法自救，对吧？其实，关于玄机师妹，我师父倒是和掌门师叔有些不同的看法。师父正是看中了玄机是可造之才，让我向掌门师叔讨要，做他老人家的关门弟子呢。此话可当真？浩辰又怎么敢胡言呢？我师父虽因要稳固秘境结界，总待在旭阳峰不出，却时常与我讨论少阳诸事。玄机师妹虽六识不通，天性又异于旁人，与世格格不入，但是却始终能保持至真至纯的心性，最适合旭阳峰，也适合修行大道无情诀。衡阳师兄，在我少阳派当中，修为境界乃是最高之人，见解自然独到。倘若这孩子能够拜入旭阳峰，成为衡阳师兄的嫡传弟子，那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呐。掌门师叔是同意这提议了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呀！等过几天，玄机这孩子的身体康复一些，我便把他叫过来，把这个好消息立刻告诉他。是。玄机，我跟你说啊，你别看师傅他面上严厉，其实你受伤他比谁都着急。五大派联合下令捉拿梧桐。五大派联合啊，厉害吧？那有什么厉害的？那么多人去追，不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吗？如果让我看到梧桐，我一定要在他肩膀上也出个窟窿，让他好好尝尝是什么滋味。哎呀，玲珑，你不要那么冲动嘛！你看，反正我现在没有事，
梧桐跑了就跑了呗，以后不要再招惹他了。我觉得梧桐这个人啊，心胸狭隘，为人不善。他今天能够刺我一剑，明天搞不好还能杀人呢。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我怎么听你这话跟司凤说的一模一样啊？那不就是司凤跟我说的呗？司凤跟我说，跟小人结梁子，最后吃亏的总是自己。我觉得司凤吧，她懂得很多的，听她的准没错，我们就听她的吧。哼，我是你姐姐，我怎么都没见你听我的呀？哎，那个簪花大会最后怎么样了呀？结果司凤为你放弃了比赛，最后是轩辕派的石峰师兄获得了第1名，摘取了簪花。说起来，这一届簪花大会，轩辕派简直是异军突起，大爆冷门啊！玄阶，你是没有瞧见轩辕派那帮人是怎么得意的？一上来就是5派主事人的姿态，颐指气使起来了。可是，原本司凤可以得胜的，他为了我。才，弟弟，你找我？浩辰师兄，我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玄机，你可知道，在你生病期间，大家都很为你担心。都怪我太没用了，才让大家这么担心我。那你想不想好好学本事，以后让大家不这么担心你？那当然了，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厉害，这样就可以保护身边很重要的人了。玄机师妹，你愿意来旭阳峰同我一起修行吗？旭阳峰？是啊，你衡阳师伯愿意收你为徒，他肯亲手教你这个榆木疙瘩呀。衡阳师伯，我这么笨，他还要收我为徒，该不会是老糊涂了吧？没规矩，你衡阳师伯肯收你为徒啊，那不知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不就是嘛，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衡阳师伯就应该收下浩辰师兄这么出类拔萃的弟子。怎么会收我这么一个榆木脑袋呢？你又怎知道自己不是出类拔萃呢？你生来与旁人不同，6时未开。其实，这也是你的天赋异禀，是旁人求也求不到的缘分。没有6时，是好事吗？既然上天为你选定了路，那你大可不必怀疑你自己，只需要找对方法，然后刻苦修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司凤也说过这样的话，难道我真的可以成为更厉害的人吗？师兄，我愿意和你去旭阳峰一起修行。玄机，玄机，玄机，玄机！哎，司凤，我是玲珑，这东西真的可以千里传音啊！玲珑，玄机他现在怎么样了？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玄机他已经没事了，不过他现在被爹爹叫出去了，等他一会儿回来，我跟你说好吗？那就好。玲珑，你告诉玄机，你让他好了之后传音给我，我在这边等他消息。放心吧。
等着我长大，用心只不惑，也有太多太多的惶惑。当你看着我，心就明了了。期待过，失望过，一次次信念被命运穿过，每一声都是我累积的爱不到的轮廓。不经意放心车库，曾指向何处，深藏直觉与肺腑。盼了又盼的归宿，原来是肃穆。我从未虚度，每多一份感动，心就多一份辜负。我蒙上眼睛，让自己看清楚，在有